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摄影机还有相机，对于一个想要踏入影像记录生活的新鲜人来说，你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复杂的参数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呢？又或者是你牙一咬买了之后却发觉设备的实用性不高，于是就把它束之高阁了呢？我今天要以我一路走来的经验帮大家分析推荐适合自己的摄影设备，并且在这之中我不会带入任何复杂的参数，所以请大家安心的服用。大家好，我是 CJ。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啊，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身在台湾已经从事摄影将近10年的摄影师，经营频道1年多以来啊，时不时就会有朋友来私讯我说什么样的设备什么样的型号好不好用，适不适合他，或者是说拍什么类型的主题啊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我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啊，我都会问他们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你拍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想拿来拍照，或者是记录生活使用，或者是说你要打算以影像来维生？了解自己的拍摄目的之后啊，会问他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于摄影设备你有什么样的憧憬？你是要追求实用性呢，还是要追求说在各个场合都能够适用，或者是说你想要追求最好的影像画质？以上2类问题啊，我是希望这些想要买设备的朋友够清楚了解自己的决心。毕竟影像记录的设备啊，入门到一般正常人能负担的价格区间有到几万块的价差。当明确知道自己的目的还有决心之后，我们就来进入设备的部分。首先呢，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记录日常生活的话，我建议各位就是不要买任何的设备，你可以从你手边就有的器材来做记录。现在智慧型手机啊，其实功能就相当够用了，摄影规格的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像我手中的 iPhone X 啊，虽然是2017年的产品了，但是它还是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拍摄设备。当你习惯利用器材来做记录，习惯拍摄剪辑的流程之后，再来考虑投资器材也不迟。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啊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觉得它的画质会有点糊，收音也有点不清楚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先从运动相机还有小型的 Vlog 随身机来入手，像是去年出的 GoPro Hero 9， 或者接下来可能下个月会推出的 Hero 10。是大疆的话呀，会适合的是 Osmo Action Pocket 2， 这些产品都是相当适合日常生活做记录。你出去旅游啊，上山下海，记录晚餐吃了什么，记录小孩和朋友聚会啊等等都很适用。它们通常也具有耐刷还有防手震的能力，它的画面啊也不会像你用手机拍摄时那样的晃动，收音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也会比手机好上许多。而且它对应的配件啊，不管是原厂和副厂啊，通常都会出很多，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一些。价位区间呢落在可能1万到2万之间，不幸遗失或者弄坏了也比较不容易心疼。好，或许有些人会说啊，你用运动相机来记录啊，画面还是很糊，不够力，看起来画面就是怪怪的，好像有一点变形的感觉。没关系，接下来要介绍的随身相机啊，比较适合对于预算比较充裕的朋友，希望画面比较接近真实的感觉的朋友。后面提到的真实啊，其实是指比较接近人类视觉所感触的世界，画面范围啊是比较合理。另外是你注视的地方它会是比较清楚，其他不重要背景的地方也都会是以模糊处理。推荐的会像是 Sony 的 ZV-1、Canon 的 G7 Mark 3等等，都是最近比较火红的相机，价位区间会落在1万5到2万左右。操作虽然会比刚才前面介绍的运动相机还有 Vlog 随身机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你会有一种我有了一台相机的感觉。你也可以有机会啊，好好了解光圈、快门、曝光焦段对于影像的影响的影像。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要介绍的类型，就是可交换镜头的单眼相机。单眼相机啊，从机身的入门款可能就要从3万、4万起跳了，再加上不管是镜头、灯光、麦克风，如果说你要弄到好的话呀，它的预算是无上限的。我这边是要建议各位，如果说你是一个追求最好的画质，又或者你想要做一个以影像为主的 YouTuber， 或者是你打算以影像为生，才比较适合购买单眼相机。但是当你购买之前啊，你必须要好好的清楚计算你买这项设备需要多久才能回本，并且要了解使用相机的所有相关的知识。回本这件事情啊，不管是金钱上面或者是心理预期的目标等等都算。如果说你的目标不够明确的话呀，你可能在刚使用的这段期间就有可能觉得不适应，就把它封印了，又或者是说你会把它转手出清。那关于单眼相机最近比较火红的牌子啊，如果是 Sony 的话，初阶 Sony 的 ZV-10， 中阶的话可能像 A7C， 那如果说你要直接封顶的话就 A7S3。 关于 Canon 入门的话，我会建议各位可以从 EOS R、EOS RP 入手，中阶呢可以选择 R6， 比较高阶的话那就选择EOS R5 了。以上啊就是关于今天摄影入门你该如何选择相机的一点经验分享，你可以循序渐进的一个一个照顺序来购买啊，这样你也会比较清楚说
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有什么地方需要补足，你的停损点是在哪。但是如果说你的预算无上限，直接去相机店说你要最顶尖的规格，他就会帮你配好了。很多人会说玩摄影是一个坑，什么摄影穷三代啊，单反毁一生啊。我会说要做任何事情都是会有代价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时间上，那投资任何东西也都是会有风险。这不只是摄影，你必须在投资这项活动之前好好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是到哪边，再来决定说你要不要做这项投资。不然这就是浪费你自己宝贵的时间，然后弃之不用。况且在摄影这块领域之中并不是你购买了比较高阶比较好的设备就能得到比较好的相片或影片。如果说你使用一些入门的产品使用得当的话，你也可以得到优质的内容。譬如说你拍出来的画质不是很好，你可以考虑加盏灯补足它的光线。如果说你觉得收音不好，你可以选择比较安静的环境，又或者离发声体比较近一点。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画面不够吸睛，构图不好看的话，你也许可以多多旅游，多接触大自然，多读点书，多看点展览，吸取生活中的养分，增进自己的灵感，这样才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以上希望或多或少都能给各位一点点的帮助。如果说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请记得帮这个影片点一个喜欢，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关于摄影相关的内容了。那我是 CJ，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